人民币为什么大幅下跌？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最近的市场反弹？这就今天的话题。相信不少菜友都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今年的市场真的难做，很多人的基金、股票等各类权益资产都在下跌，尤其是 A 股的投资人迎来了股汇双杀的格局。今天我不是给大家做心理按摩，而是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市场的趋势，分析一下为什么人民币走贬，以及现在是不是建仓买股的时机。美联储最近鹰派的言论显然是吓退了美股投资者，准确的说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。由于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选择加息以及缩表，这让美国10年期债券价格下跌，从而收益率大幅提高。我们大家要有这个概念，就是利率和债券价格之间是反向关系，利率上升，债券价格下跌；相反，利率下跌，债券价格上升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如果用100块购买一个面值100块、票面利率为 3% 的10年期债券，这个算下来，你每年的收益为 3%。如果这个时候市场利率突然上升到 5%， 那么大家谁还买 3% 收益的债券呢？毕竟它已经毫无吸引力了。这样，投资人就会纷纷卖出这个债券，寻找更高收益的品种。此时，由于债券被大量卖出，因此价格下跌。价格下跌了，收益率也自然升高。之前很长一段时期，就是中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。但是最近，由于中国央行和美联储的政策相反，这直接导致了收益率倒挂。由于美联储的加息，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中国债券，这样的倒挂对中国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极为不利。这意味着投资人，尤其是外资，有强烈的动机兑现中国资产。4月份，外国投资者减持了超过160亿美元的中国人民币债券，这是连续第3个月的资金外流。资金的大幅流出，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资本市场都极为不利。除了美债收益率的吸引力之外，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加速，这样让资金选择美元作为避风港。最近美元指数也创了新高，其实这很容易理解，强势美元有利于美联储对抗通胀，美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，而强势美元可以买更多的商品，从而增加供给。对于中国来说，正好相反，稍微弱势的人民币有利于出口，这样可以减轻由于部分地区受到疫情限制、内需下降的压力。短期内要实现形势的逆转是不容易的。作为谨慎的投资人，我们还应该保持耐心，以防御为主。如果看美股，它最近的跌幅要远超 A 股和港股，连下跌都和中概股类似。先是杀估值，科技股首当其冲，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以及特斯拉等科技股已经大幅下跌，小市值的公司更是血流成河，不少公司已经腰斩再腰斩，然后紧接着开始进入杀业绩阶段。就连不少之前被认为防御类公司的股价也大幅下跌，比如沃尔玛，一天之内暴跌 11.4%， 创下了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。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增收不增利，这也是大部分公司在高通胀时期所遇到的状况。那么经过大幅调整之后，市场到底了吗？部分专家表示还没有。虽然从技术角度来看，标普500最近恐慌性的下跌已经显示出了超卖，短期内或许有反弹的可能，但是从市盈率角度来看，尽管目前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已经从高点大幅回落，但是离历史中位数还有一定的距离，而且或许他们在未来还有可能跌破历史中位数。那么具体到 A 股，经过大幅下跌之后，技术上也有超跌反弹的需求。最近大家对央行定向释放的流动性有所反应，但是体现的还是板块上的轮动，现在并没有看到有资金面大幅改善的迹象。毕竟由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给央行操作的空间极其有限，中国央行如果采取措施大幅降息刺激经济，那么必然使得资金外流，人民币贬值。所以目前央行的操作只是定向的给予某个行业一定流动性的释放，因此除了央行的政策以外，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政府的投资，而这些信息或许才是真正股市反攻的号角。作为投资人应该怎么做？如果你的账户有浮亏，那么请不要难过，因为今年就连大师们也都是亏损的。这是北美和中国投资大师们的业绩，看过之后大家心里是不是有些安慰？如果你是老菜友，那么相信你现在的仓位一定不重，因为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都出了不少视频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以及2022年经济展望中都对风险做出了提示，也给出了配置的大致方向。到目前为止，周期统计告诉我们配置的方向大部分是准确的。我们来看看橡树资本的大佬霍华德·马克思的持仓，他的投资组合到现在仅下跌 3%， 这所有大师中表现比较好的。目前他的投资组合表现远好于标普500。从他的持仓中，我们不难看出能源、公共事业、基础材料、周期消费板块占了很高的比重，这正是 late cycle 需要配置的方向。
卡尔伊坎的投资组合也超配了能源和公用事业。我们从美股3个月的回报来看，回报最高的行业恰恰是属于 late cycle 历史统计应该超配的行业。如果我们观察 A 股，由于政策、地缘政治、疫情风控等对周期形成了一定的扰乱，但是房地产板块在3个月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板块，这也是我们在之前就分析过的。最后，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中美的经济走势，耐心等待市场给我们更好的机会。好的，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。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，请订阅、转发、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